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应邀开启对越南的2天国事访问。下午在河内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会谈。那么，管先生，您对这次重要访问有何特别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国事访问呢，它虽然只有短短的2天，但是呢，着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堪称是中国全方位大国外交在岁末上演的最重头的戏。那么事实上呢，这一次岁末访问也是国际舆论的一个关注焦点。我注意到，就在访问专机抵达河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携手走出机舱的第一时间，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等等国际主流通讯社都刊播了滚动新闻稿。那么《纽约时报》在网站发布的即时报道呢，还配发了中国元首与夫人走出机舱的大幅照片。那就这次访问，习近平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发表书面讲话时就指出，中方把对越关系放在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期待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同越方就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中全局性、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来深入交换意见，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新阶段。那么请注意这3个前置关键词。前不久中国元首在开启旧金山行程之前，中国外交部就中美元首双边会晤的具体议程呢，也明确提到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也在见证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深度与广度，见证中方对这一次访问的高度重视与投入。下午在与越共总书记会谈时习近平特别谈到去年底在北京与阮富仲许下的河内之约，那么强调今天如约而至，完成了第3轮的互访。众所周知，去年阮富仲在第3度就任越共总书记之后，首次外访就选择来到北京，他呢也由此成为中共20大胜利落幕之后，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天表示，总书记同志是老朋友、好朋友，这呢是3轮互访结下的深厚情谊，也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长足发展的顶层见证。习近平就强调，愿意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来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我个人认为，这无疑是这一次国事访问的最大的看点。中越命运共同体将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的核心主题词。那么在您看来，中越命运共同体对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这样说，中越两党两国深入讨论全局性、战略性和方向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它所见证的正是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与成果所指向的，也必然是两国两党所共同确认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目标。众所周知，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是越南国别外交中层级最高的一种安排定位。今年，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日本首相岸田访问越南，都和东道国共同宣布构建美越日越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曾经呢引起国际社会和媒体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这样看来，中越两党两国一致同意确立双边关系的新定位，无疑是对走过15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再升级、再发展。所以2天国事访问结束之际发布的两国两党的声明，尤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来认真细读，相信会对中越命运共同体会有详尽的阐释。今天，中国元首在越南《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特别就以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作为标题，信息量相当大。实际上呢，也为外界对中越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理念目标提供了一个认知指引。那么这篇重要文章再次引述了一句中国古语：“万物得其本者生，那么百事得其道者成。”事实上呢，此前在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习近平就曾经引用过这句出自西汉经学家刘向说苑的名句。某种程度上，这篇重磅署名文章也是在深刻解析中越命运共同体的本与道。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年构建发展提供了哪些个重要经验？
如何升级指向中越命运共同体的新定位呢？习近平有力论述了两党两国的4个坚持，也就是坚持以信相交，坚持以利相容，坚持以夷相亲，坚持以诚相待。比如文章就谈到，中国长期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越南已经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第4大贸易伙伴。今天美联社刊播的电稿就披露，中越去年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1756亿美元，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260亿美元，涉及4000多个活跃项目。我想这些都是以利相容的数字见证。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篇重磅文章还解析了中越命运共同体的4个基础，也就是以保持战略沟通来夯实政治基础，以发挥互补优势来强化合作基础，以加强友好交流来筑牢民意基础，以妥善管控分歧来扩大共识基础。在我看来，中越两国两党要真正做好这4项工程，巩固强化这4大基础，那么中越命运共同体就是可知可感也可及的伟大的愿景目标。这篇重要文章在论述共识基础时，并未回避海上分歧，强调要共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这又对外传递何种信息呢？我认为这也正是中越命运共同体理念它的生命力的体现，它是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的，也是完全经得起战略考验与风险挑战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全面阐释中越命运共同体4大基础工程时他呢就毫不回避问题与分歧，本身我想就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也是在对外传递重大的信号。中越双方完全有能力也有信心，在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就海上分歧来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必须要指出，外部世界尤其美西方媒体观察中国最高领导人此次访问越南，它是有认知误区的，甚至会存在严重的误读误判。比如今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就以此来作为标题，时隔5年，中国领导人再访越南，意在遏制美国的影响力，所谓 to counter US clout。纽约时报今天的即时新闻报道的标题呢，也特别在对此强调说，在拜登访越3个月之后，中方也在拉拢越南。美报甚至在副标题中呢，就炒作称，分析家认为中方希望越南这个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来提供保证，不会加入到华盛顿阵营来针对中方。我认为这是最典型的阵营对抗思维在对号入座。当初美媒、日媒炒作所谓的美越、日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正是这样一种调门。锤子眼中的世界就只有钉子，基于阵营对抗、联盟围堵，看世界、看双边关系，那么就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选边站队啊，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和行动逻辑，恰恰是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坚决反对的。要追问的是，当初美国媒体欢呼美越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对中方的所谓制衡，那么现在中越关系进一步提升到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他们又将会如何来回应呢？我认为这更意味着南海地区未来即使会有风浪，外部势力也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在大肆的搅动，但是呢，妥善管控海上分歧的这种大势和基本面是不会发生任何实质变化的。相信越南的抉择也会对其他域内国家带来重要启示。